2026年其實才剛開始沒多久，1月份已經爆發了很多場的地緣政治上面的衝突。我們在節目上已經多次的提到，我再為觀眾朋友稍微整理一下，今年1月到底發生了哪一些事情。首先，1月3號，美國總統川普就已經針對委內瑞拉首都發動了這個絕對決心的行動，逮捕了委內瑞拉的總統馬杜洛，這是第一件事情。再來就是伊朗的這個地緣政治的戰火持續的擴張當中。那第3件事情就是川普在1月中說的，他說要接管格陵蘭，後來還好是在北約秘書長呂特的斡旋協調之下，危機稍微好像暫時落幕哦。那麼最後一個就是1月29號的時候，川普針對古巴簽署的一項新的行政命令，並且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對所有提供給古巴任何石油的国家都會課予全新的一個關稅制裁。2026年的地緣政治危機的熱點可能會落在哪裡？李將軍怎麼看？2026年地緣政治的危機，我認為會落在3海。上海。3海，東海、台海還有南海。是这個第一個，我們看東海，那現在不正是正在發生當中嗎？這個中日兩國由於高市早苗發表了那篇言論之後，就是台灣有事，就是這個日本有事啊。到現在為止，中國在這方面並沒有任何鬆懈啊，包括在東海地區，從北邊從渤海開始，黃海。那一直在東海都不斷的加強演習，尤其是說讓我們覺得說中國會加強東海會讓我覺得中國會加強東海是他新建的2艘055大驅艦，就以前是沒有，現在擺在東部戰區，證明他對東海後續的重視。那台海當然不在話下了哈。這個台海當然很多的傳言說2027年是不是習近平要這個對台灣動手啊？美國來講很多次的兵推也是這樣子的看法，尤其是說我認為兩岸之間這個目前沒有看到和緩，或者是在政治上面沒有走向和緩的局勢，所以我覺得台海也是這個也是未來2026年可能地緣戰略上面來講可能會爆發的一個熱點。那再來就是南海。南海一直都是這樣，尤其是菲律賓小馬可仕總統，他可能還有一段時間的任期。那在這段時間，他不斷的願意擔任美國的馬前卒，不斷的在黃岩島這些島礁方面、領海方面挑釁中國大陸。那大家要知道，就是南海這邊也都是這個，不管是全世界航運的一個要衝，美國的航空母艦，它要進入到中東地區去。我們上次看到嘛，包括這次林肯號。它不就是從這個菲律賓的蘇祿海進入到南海，然後再走到馬六甲海峽才到印度洋那邊去。那要不然它就是走巴士海峽。那另外這個還有很多，包括中國本身的航運的生命線、郵輪的運輸這個還有商業貨輪的運輸，也都經過南海地區。所以說，中美兩國一直在南海這邊，我覺得是在這方面。可能中國是不會放鬆，因為它基於這個南海是一直強調南海是它的領海，然後美國來講也認為這個南海地區是未來這個世界航運的一個要衝地區，所以在這種狀況下，南海也必然是世界地緣戰略可能會爆發的熱點之一。好，所以我們看到2026年最危險的3個熱點，其實都牽涉到中美之間的一個博弈。那當中其實我們也看到了說，包括呢這一次我們看到從1月份開始的各種的地緣政治戰爭，好像都是中國大陸跟俄羅斯的好朋友。剛剛念到幾個嘛，委內瑞拉、伊朗跟古巴，接下來是否川普還會針對其他也是中俄的好朋友來下手呢？有可能是哪一些國家？艦長又怎麼看？剛剛大家已經聽到主持人說了，我們今年2026的1月開的實在是一個很糟糕的一個年哦，你看得出全世界在那裡一團混亂。可是我倒不這樣看，你要知道1月是蛇年之尾，2月才是我們的馬年的開始，所以我覺得我中國人，我相信我们中國人的運氣，蛇實在是一個不是很好的一個動物。馬還不錯的，我們希望這一馬當先。我希望從2月開始，整個世界局勢能夠有一個轉變，是讓我們能夠看到一個新的一個氣象。這是我先說的這個。第二個呢，你就可以看到，這個美國現在在很多地方惹事，但是他慢慢把他的重心放在拉美。前一陣子美國國務院才出了一個說，這是我們的半球，他的意思就是說，拉美這裡的西半球是我們美國的。
那我們這裡的人，好比說格陵蘭、加拿大，一直到底下這個中南美、南美，全是我日本的美國的勢力範圍，你們不要這樣子進來。這是他真的一個想法。所以你看到他在這些動手的裡面，委內瑞拉他動手了。那你說他將來會不會去對伊朗動手？我覺得那是一個抬高的绅士的在嚇阻他，他不會把他的這個叫做軍事，在目前他很繁忙的時候，他弄出去。他現在在委內瑞拉，他又要想要對古巴，又想要对墨西哥，又想要在格陵蘭，都在他的這個半球。他不太有能力在別的地方惹，但是他不希望伊朗這個事情擴大，所以他不會去打伊朗，因為他不想擴大，他只是在威嚇他。那伊朗敢不敢打美國？也不敢打。伊朗就是說你不要打我，你打我就打你，所以最後這個地方會和平。那至於說北韓，北韓他絕不會打。因為北韓跟他那半球有什麼關係？而且北韓有這個叫做核彈，你打我，北韓這種就是這種極權主義，他也丟你一個炸彈，他只要丟你一顆，丟到你紐約，丟到你華盛頓，你美國就基本上就是完蛋了。所以他也不會打他這裡，這是我對這個東西的一個判斷，就是，那他會不會去對我們好比說中俄的盟友動手呢？第一，軍事不太可能。除非在那個叫做拉美，軍事不太可能，那個大麻煩。但是經濟，或是什麼關稅，他現在隨時是這個私密扣你罰你關稅多少，罰你關稅多少，他每天都在做這個事情。他認為那個東西很有效，那他會這種方面他會去。是軍事方面的，只要離開拉美，他動手的機會不大。好，所以2026可以看到，川普在經濟戰的方面可能會加強。那還有哪一些2026的是川普的全球戰略的規劃？幹哥又怎麼看？那就先講我們台灣嘛，對不對？我跟你講啊，盧特尼克講了啊，商務部長他說，台灣你2500億投資啊，美元是頭期款，然後後面那個2500億的工商投資啊，也是頭期款。那我們到底要投資5000億美元？通通都投期款，後面要不要再加5000億？沒人知道。你等着川普他反正他初一十五不一樣，你就等着看他心情好不好。除了這個之外，你知道我現在要講最感慨的，昨天剛剛達成格陵蘭的框架協議，就是說除了主權之外啊，我們什麼都可以談。也就是說，你想把我買走，這個現在不太能夠談啊，但通通其他都可以談。我們可以談合作啊。你的飛機要飛上來，你要弄跑道啊，或者是你要挖這個稀土啊，都可以談，啊，也就是說，美國勢力要完全進駐格陵蘭的話，他都可以談。因為川普他講的什麼？他講的是 Iron Dome， 就是金瓊系統。我跟你講，如果你格陵蘭沒有我美國的金瓊系統那你以後就不會被俄羅斯吃掉，就是被中國吃掉。被中国吃掉的可能性最大。所以說，我們一定要建一個金瓊。你俄羅斯跟中國就進不來，這樣我才能夠保障北約的安全，這樣了解了嗎？所以丹麥你不要再這樣子拖三阻四，你不賣給我的話，你要跟我加強合作啊！我現在有時候常常在想說，格陵蘭好可憐哦，他身為一個主權國家的領土，也就是丹麥完全不敢吭一聲，你知道嗎？他上個禮拜這個8國聯軍，8個國家一起聯合上去格陵蘭幹嘛？去格陵蘭警戒，你知道出最多兵的是哪一個國家？法國出幾個人？你知道？15個人，出了15個人，你會覺得說，你看這些盟邦通都這真的很不夠意思，都這不，然後他是最多的，法國是最多的哦。第二多的是誰？德國出了13個人。英國是根本不敢得罪美國，英國只派了一個聯絡官去，瑞典還派3個軍官去。總共37個人，坐不滿一部大巴士，都上了格陵蘭島，代表我們都支持你丹麥，你就可以看得出來，歐洲這些國家是孬種，而且他們完全不敢得罪美國。可是除了格陵蘭，我覺得也許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決，但到了最後，格陵蘭會不會真的成為美國的一省？我覺得是遲早。那你現在先看好，他對於古巴又開始了。古巴，我跟你講，你現在跟古巴買石油，或者說你跟他的石油從委內瑞拉來的嘛，你現在只要買古巴的石油，其實坦白講就是一石二鳥。
既對付古巴，也對付委內瑞拉。我要讓委內瑞拉活不下去，古巴你也一樣活不下去。我已經話講在前面，你敢買它的，關稅大戰等着伺候你。還有最後就是，我認為啊，恐怕在年前伊朗會被制裁。